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四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习近平就金砖务实合作提出5点倡议，并宣布中国年内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同时，中国明年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多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其中，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在不断引领金砖合作走向开放创新。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为提升金砖合作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晚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15周年，15年来，5国坚持开放包容、平等相待，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断探索正确的国与国相处之道，坚持务实创新、合作共赢，对接发展政策，发挥互补优势，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坚持公平正义、利己达人，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事实证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金砖合作就能走稳、走实、走远。习近平表示，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全面深化各项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开创美好未来。多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国际影响日益增强。特别是2017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在厦门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合作共赢、胸怀天下、利己达人3条重要启示，倡导推进金砖加合作模式，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开启了金砖合作第2个金色10年。分析认为，中国持续扮演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中坚力量。同时，中国经济总量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和的约2倍。中国对金砖合作的积极贡献，增强了金砖机制的可延续性，也打破了西方某些势力看衰金砖机制的诅咒。未来，以金砖加理念为代表的中国方案，还将继续引领金砖国家创新发展。在全球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稳步推进的金砖合作无疑为世界注入一针强心剂，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力量。经贸合作是金砖国家的主要议题之一，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的42%，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4%，货物贸易占全球的18%，服务贸易占全球的13%，吸引外资占全球的25%。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优势拓展了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潜能。近年来，金砖国家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创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其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自启动运营以来，累计批准成员国约80个项目，贷款总额达300亿美元。上周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将迎来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3个新成员国，实现首次扩容，将进一步彰显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强大磁力。面对世纪疫情，金砖国家积极保持信息交流和抗疫合作。去年以来，金砖国家先后举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会、卫生高官视频会议等会议，及时分享卫生应急机制、疫情防控与救治经验。与此同时，5国间疫苗援助与疫苗研发合作进展顺利。中国企业积极同俄罗斯、巴西等伙伴合作开展疫苗3期临床试验。今年5月，中国宣布成立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国中心，推进5国疫苗联合研发和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认等工作。尤其是呢，这个近年来这个疫情的原因，地缘政治呢竞争加剧的这样的背景下呢，有一系列的这个热点的问题和一系列大家关切的这个现实的问题呢，我相信呢，金砖机制呢，金砖的这个国家合作呢，都会发出一些共同的声音，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集体看法。
在政治安全方面，地区和平稳定、生物安全、反恐及网络安全等成为近期金砖合作的关键词。7月28号至29号，金砖国家反恐工作组第6次会议在线上举行。各方认为，美国自阿富汗撤军给全球反恐安全形势带来严峻挑战。金砖国家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兴大国代表，应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国际反恐斗争贡献金砖力量。客观来说呢，这个把阿富汗问题纳入这个金砖合作的讨论呢，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印度是主办国的因素之一啊。因为印度很关切阿富汗的问题，然后呢，印度呢和这个中俄两家的这个关于阿富汗的问题的立场呢，又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整体而言呢，金砖机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这个作用呢比较有限。实际上，金砖国家在过去10多年间遭遇双边矛盾、大国博弈、疫情等内外部多重压力和挑战。例如，美国近年积极拉拢印度，通过参加印太事务抗衡中国。日本时事通讯社周4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日印澳4方机制首次线下首脑会议计划于本月下旬在美国举行。报道称，在会谈上，这4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围绕所谓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构想进行磋商。但另一方面，印度对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仍很重视。印度呢，确实是这个经常是这个所谓脚踩两只船嘛，所以印度整体而言呢，它是试图在中间走一个平衡的这个道路。分析认为，即使当前各成员国在部分领域存在利益冲突和竞争关系，我们仍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金砖机制，认清金砖国家合作的巨大潜力。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马涛。马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您觉得此次峰会的召开有哪些意义？这次第13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下呢，我想主要是在这以下个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第一个就是金砖国家的这种南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实现了代表性和开放性之间的一个平台。我想呢，这次领导人会晤呢会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南合作。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纵深的发展。我想呢，在这个全球经济正在这个复苏发展，然后同时呢，这个逆全球化和一些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情况下呢，我想金砖国家之间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呢，会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模式。第三个方面是会这个加强全球抗疫的合作。我想以这个金砖国家合作呢，作为这个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一个典范。我想在一些领域呢，尤其是疫苗和这个防疫的物资方面呢，金砖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帮助和合作呢，在全球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引领作用。过去10多年间，金砖国家在多重内外部多种压力和挑战下，依然在金融、经贸、疫苗等领域合作涌现诸多亮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如何来解读中国对于金砖机制发挥的作用？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呢，金砖国家依然能够以合作为基础，尤其是在经贸、金融和这个抗疫方面呢，都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我们以这个抗击疫情为例。中国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这个欠发达国家无偿援助了大量的疫苗，同时也以其他的方式，比如出口疫苗的方式，给世界抗击疫情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也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同时呢，我们与这个金砖国家的合作呢，要突破以往的传统贸易以及价值链贸易，逐步向这个数字贸易等数字经济领域来不断的向深入发展。我想这样才能够夯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好的，谢谢马先生以上的解读，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
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局势发展继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三以视频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并在讲话中指出，塔利班临时政府未来仍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敦促塔利班奉行温和的内外政策，与恐怖势力划清界限。王毅还表示，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要，中方决定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未来也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由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主持的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周三在线上召开，巴基斯坦、中国、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6个阿富汗邻国外长、副外长出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讲话中表示，今天的阿富汗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及其盟友仓促撤离，美西方推行的强权政治、军事干涉和所谓民主改造以失败告终，但阿富汗仍面临人道、民生以及新冠疫情等严峻挑战，一些国际势力还可能借助政治、经济和金融手段给阿富汗制造新的难题。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而这个政权的临时性，恰恰说明阿富汗的未来还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应该抓住阿富汗局势由乱及治的关键窗口期，加强沟通协调，着眼共同关切，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对形势发展变化实下正面和积极的影响。王毅强调，我们要对阿富汗问题历史经纬做出客观评判，要求美国及其盟友深刻汲取教训，承担应尽责任。王毅还呼吁各方引导督促阿富汗塔利班团结各民族各派别，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中方欢迎塔利班近期在建政、反恐、友邻等问题上做出的积极表态，但关键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其中最重要的有2点。一是广泛包容，二是坚决打恐。王毅认为，阿富汗邻国应发挥独特作用，既解决自身正当关切，又为阿富汗稳局重建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当前可重点开展6方面协调合作，包括帮助阿富汗加强疫情防控。中方已决定向其捐赠首批300万剂疫苗，各邻国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维持同阿富汗的口岸畅通。中方愿积极研究恢复中阿货运班列，为其与外界互动，尤其是获取人道主义物资提供便利。王毅还呼吁各方加强难民移民管控和尽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要，中方决定紧急提供价值2亿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和药品。待安全等条件具备后，中方愿帮助阿富汗建设有助于改善民生的项目，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未来，中方也愿同各方在本地区深化反恐安全合作和开展禁毒合作。有观察人士指出，王毅提出的阿富汗与其邻国可以在6个方面协调合作，对于阿富汗日后的战后重建以及中方未来对于阿富汗的援助都有重要意义。而阿富汗各邻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起探讨，为未来与阿富汗的合作进行会谈，是正确引导阿富汗局势走向平稳的方式。周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本次外长会是阿富汗近邻国家合作应对阿富汗局势变化的首次尝试，也标志着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的正式成立。这一机制与业已存在的多种涉阿多边机制并行不悖，可以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与会方都支持把这个独具特色的机制继续办下去。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政策主张，协调彼此立场，共同应对挑战。美国很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妄图一撤了之，实际上给这个地区，包括中国的周边，都制造了很大的一个麻烦。那么现在来看呢，由中方参与的这个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成立以后呢，我觉得可以有效的帮助阿富汗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外部环境，让他能够更专注的去履行他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更专注的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我想给他创造了一个更良好的一个条件，这对他接下来的施政有着很积极的影响。
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沙欣周三接受央视总台采访时提到，阿富汗如今有1300至1500万人急需食物和援助，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既是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挑战，也是目前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And for that we nee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Second is our priority to build peace in the country. Third, and the most important.Our priority is to reconstruct Afghanistan. 沙欣表示，目前阿富汗正处于美军结束占领之后的重要时期，百废待兴的阿富汗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共建阿富汗。To have a good relation with China. This is based on our policy, and I think as a big neighboring country, they are welcomed.That we work together, and also Afghanistan became a hub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阿富汗塔利班周二向外界公布临时政府的组建名单。沙欣在采访中表示，这标志着阿富汗结束了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他还透露，接下来阿塔将陆续公布剩余的政府成员名单。同时，阿塔希望与国内各派势力达成相互谅解，期待他们也能在政府中担任职位。对于阿塔成立的临时政府，联合国质疑新管制班子没有女性加入，是错过了向世界展示建立包容社会的关键机会。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周四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回应，未来在阿富汗政府中将会出现女性的职位。这个政府是临时的，在遵守伊斯兰教法前提下，我们将有为女性提供的职位，这是开始，但我们将为女性找到一席之地，她们可以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这将是我们的第二阶段。同一天，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将根据塔利班的行动而不是言语来判断它。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塔利班必须要以实际行动才能赢得国际合法性和支持。阿富汗塔利班他们想要履行承诺，想要稳定的长期的执政，那么他们需要向地区、向国际社会来展现他们履行承诺的善意和决心，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他如何变成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执政党，展现他的执政能力，让外界看到他有能力去稳定阿富汗的局势，还有平稳的发展阿富汗的国民经济。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阿富汗塔利班做出一个答卷，让国际社会来看的。布林肯周三同德国外长马斯共同主持了一场由22国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围绕阿富汗问题展开讨论。外界注意到，这场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对阿富汗人民有益的共识，仅要求阿塔允许外国人和阿富汗人自由出境，尊重基本人权，并称将使用经济、外交和政治手段保护阿富汗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介绍，中方并未参加这场会议。对于美国带头向阿塔提出的诉求，赵立坚一针见血地揭批美国是在搞双重标准，一方面要求别人尊重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在阿富汗等地践踏人权的劣行讳莫如深。美国一方面花大笔的钱从阿富汗捞人、撤人和安置几万美国关心的阿富汗人，另一方面却对数千万阿富汗民众的疾苦袖手旁观，一毛不拔，对不负责任撤军制造出来的数十万难民不闻不问。赵立坚指出，美国一方面回避自身今天对阿富汗乱局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对他国，特别是阿富汗邻国的建设的努力妄加揣测，说三道四。美国政府一方面说要反恐打恐，另一方面是继承前政府的错误政策。美国一方面反复表达在阿富汗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合作，希望中国做更大贡献的愿望，另一方面却声称自阿撤军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旨在转移战略重心，应对所谓大国竞争。我不知道美方这些逻辑何以自圆其说，美国需要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距离2022年台湾9合1选举越来越近，被岛内民众嘲讽为东厂的民进党当局促转会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一次呢，他们将目标对准了眼中钉中正纪念堂，并在周三公布了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地方就是计划将蒋介石铜像移除，这一做法遭到了岛内舆论猛烈批评。民进党当局所谓促转会周三公布的转型方案，提出所谓反省威权历史公园构想，并称移除纪念堂内蒋介石铜像是园区转型的首要目标，因为这是台湾最大的威权象征塑像。方案一出，引发岛内社会哗然，舆论质问：当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大肆残杀民众，蔡当局若真的要推动转型正义，为何不向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和赔偿？为何还在日本总督府遗址办公？可见，民进党的所谓转型正义根本就是玩假的，主要是为了打击政敌，打着清除威权象征的旗号，行去中国化之实的把戏。蒋家第4代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蒋万安表示，目前疫情持续延烧，岛内上下都在共同防疫，各行各业因疫情受到冲击，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的时候，民进党这时还借由促转会进行政治操作，根本是在转移疫苗不够、疫苗施打政策毫无章法的焦点。今天促转会的做法以及他们的提案，只是制造更大的社会对立跟仇恨，不助于社会的和解，我实在无法认同。包括江启臣、朱立伦等在内的4位中国国民党主席候选人也齐声痛批，促转会是在政治追杀，当局要反省威权，应先反省自己，与其拆铜像，不如自己先下台。党主席江启臣表示，不喜欢就拆掉，那不是转型正义的宗旨。他质疑，促转会成立至今只留下东厂的骂名，如今又要拆铜像，台湾社会已经被对立撕裂成这样，还要再做这些事吗？朱立伦直言，促转会是清算斗争委员会，打算把中正纪念堂转为转型正义纪念堂，荒谬至极。民进党正在改写历史，用文化台独洗脑下一代。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则痛批民进党当局的促转会纯粹是打击异己的工具。民进党这个促转会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追杀，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一个组织，以及进行的都是一些不公不义的政治方面的一些清算的斗争的行为。公开资料显示，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筹建于1976年，1楼主要以展览室和放映室为主，展示蒋介石生平事迹文物，顶楼则为蒋介石铜像，两旁驻守着卫兵，是台湾众多纪念蒋介石的建筑中规模最大的。自1987年解严之后，中正纪念堂便成为台湾许多社会政治运动的集会地点，同时也成为台独分子破坏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有多名台独分子对蒋介石铜像泼洒红漆，要求拆除中正纪念堂。民进党方面同样将中正纪念堂视为眼中钉。2007年5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宣称，中正纪念堂将走进历史。同年，中正纪念堂花岗岩牌匾被取下，更换为台湾民主纪念馆，牌坊大中至正也被换为自由广场。时隔1年，中国国民党重新执政，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条例被撤回，中正纪念堂恢复原貌，已被拆的中正纪念堂花岗岩牌匾又挂了回去。民进党重新上台以后，2017年仗着民意代表人数优势，强行通过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设立促转会，负责开放政治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公、处理不当党产等。我觉得民进党在这种一党独大、蔡英文集权集一身的情况下，还要去追杀中正纪念堂，把蒋公的铜像还把它移除，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台湾老百姓不能够接受的。民进党上台后渐渐转型中的，除了中正纪念堂，还有双十活动。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周三发布的双十活动有关图片标注台湾 National Day 2021的英文字样。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于周四回应称，民进党当局近来频频上演夹带一中一台私货的政治闹剧，在谋独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搞这种偷偷摸摸的政治小动作，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只会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台独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只会遭到彻底粉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亚国家政党对话会周四在南宁举行。与去年一样，这次对话会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前一天召开，也意味着它将与博览会一样，成为机制化的中国对外交往的新舞台。此次对话会的主题为加强政党合作，共谋经济发展。来自东南亚、南亚国家40多个政党的领导人、青年组织负责人以及政府代表逾300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会。东南亚、南亚国家约30位驻华使节等高级外交官现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发表主旨讲话：越是疫情严峻，越要想方设法为经济安全有效运行创造条件，越是民生艰辛，越要奋力发展，提升兜底的能力；越是遭遇全球化溢流，越要协力推进区域合作，提升地区发展的优势地位。中国作为本地区最大经济体，始终致力于为本地区共同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会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亚国家对话会共同倡议。Well, the CPC have had very good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with very many political parties in Malaysia, the parties which now constitute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in the opposition when they were in government as well. Chinese system has succeeded economically a lot in the world. So for the world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completed its 100-year anniversary this year, it's very important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all the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region with the BRI countries. 今年的对话会还首次设置了 Z 世代领导力论坛，重点关注在党际交往中如何更好地加强青年交流互动，凝聚未来领袖力量。在马中两国的交流中，人与人的交流，尤其是青年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青年人是两国的未来嘛，让两国的青年有更好的发展交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友好的贡献的，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次对话会可以说是上一届对话会的延续和深化，讨论的议题也非常多元。除了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外，还有反对新冠溯源政治化以及青年合作交流等。政党对话的主体和主题都在扩大，反映了政党之间的政治互信正在进一步加深。周四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横琴前海开发建设有关情况。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负责人，以及广东省、深圳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国新办发布会介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亲自推动设立横琴前海合作区，先后4次赴横琴考察，3次到前海调研，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合作区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有关方面精心组织，做好沟通协调和服务工作，把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呢落实到位。丛亮表示，2个方案的推出是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举措，有利于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把大湾区建设引向深入，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支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好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克庆表示，2个合作区建设为新发展阶段广东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广东省委、省政府切实担起重大责任、历史使命，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战略意图，携手港澳一步步将2个合作区建设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他介绍，广东已经成立由李希书记担任组长、马兴瑞省长担任第1副组长
长的省推进横琴前海合作区建设2个领导小组，聚焦横琴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围绕前海、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将2个合作区的方案任务落细，项目落地，产业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前海方案，香港定能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继续加强与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合作，推进前海建设，缔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央政府公布前海方案，将港深合作推向新的台阶，使两地更好发挥粤港澳大湾区2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香港商界及专业服务提供者已经积极准备迎接前海方案为港人港企带来新的机遇。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表示，横琴方案将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提供新的空间，创造新的机遇。总体方案制度设计新，改革力度大，开放范围广，政策含金量高。根据总体方案，深度合作区将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发布会上，前海扩区后的发展备受关注。丛亮表示，前海扩区既有利于深化前海改革开放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为香港创造更多的机遇，能够更好地发挥香港优势，提升深港合作能级。下一步要重点抓好2个方面的任务。一个呢，就是要稳步实施扩区，并且呢，推动既有的相关支持政策的落地。第二个呢，就是统筹研究探索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下的管理体制问题。我们将积极推动广东省、深圳市探索将行政区的属地管理和合作区的经济管理适度分离，统筹发挥行政区和合作区2种体制优势，调动好各方面的积极性。深圳市市长秦伟忠指出，目前前海已经成为内地与香港关联度最高、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集聚了一批香港现代服务业企业，形成了一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了一批便利香港居民生活就业的措施。前海深港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接下来，深圳将全面落实中央要求，牢记服务港澳的初心，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全力推动前海深港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用好扩区的新空间，2是用好政策的新红利，3是拓展深港合作的新领域，4是打造营商环境的新优势。发布会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圳卫视记者就合作区发展建设如何更好地吸引港澳青年参与进行提问。横琴粤澳合作区呢，战略定位之一就是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为澳门青年在合作区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和当地其他创新创业基地落户，孵化了不少成功的企业，深受香港青年欢迎。展望未来，前海将为香港青年带来更多优质发展的机会。再加上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各项青年计划，将有助促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是打好平台，为港澳的青年创新创业筑巢引凤； 2是用好政策，实施支持港澳青年发展的系列举措； 3是促进交往，增强港澳青年对内地的认识了解。在今天的发布会开始前，国新办工作人员就向我透露，这是国新办首次以4地连线的方式召开发布会。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也是首次有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官员出席国新办发布会。这本身就折射了从中央到地方对横琴前海方案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粤港澳3地的特殊意义。
而我们今天的提问也有幸得到了广东、香港、澳门3地官员的回答，他们纷纷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要为港澳青年筑巢引凤，吸引他们融入内地的发展。此次发布会主场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粤港澳3地设分会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在主会场出席发布会。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克庆、深圳市市长秦伟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分别在广东、香港、澳门3个分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文俊主持发布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随着横琴方案与前海方案的发布，香港舆论指饼越做越大，各路人马才有充足舞台展现实力。香港将迎来更多新发展机遇，香港的专业界更大有可为。周四，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就表示，将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便利香港、澳门各领域专业人士在前海横琴就业执业。我们将努力通过 CEPA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便利香港、澳门各领域专业人士在前海横琴就业执业，支持广东自贸实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围绕战略定位，立足区位优势，深化粤港澳合作，支持横琴合作区面向澳门实施一揽子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创新举措，支持前海合作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促进内地与港澳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我们注意到，发言人束觉婷在回答我们的相关提问时，便多次提及了“开放”这一词，并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支持前海合作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前海方案中明确支持前海合作区对港澳扩大服务领域开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就对媒体表示，未来前海将进一步改革开放，往后一定会为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带来更多机遇，并为香港整体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周三，粤港澳150家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合力服务大湾区建设战略协议，承诺3地会计师行业将加强信息共享，推进合作便利，组织人员交流，聚焦业务拓展，深化技术协作，持续发挥各自优势，合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该协议为大湾区会计师行业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是行业共谋创新发展的积极探索，也为香港会计界进一步融入大湾区以及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会计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大公报指出，香港会计行业与国际接轨的优势明显，这正是大湾区建设所需。香港会计行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正是以己之所长贡献国家之所需的有力体现。将港澳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同大湾区市场广阔、专业体系完整等优势结合起来，为大湾区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港媒同时指出，其他专业如法律、测量、工程、城市规划、医学及中医等等，都能在大湾区建设中获得更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所有专业界现在都应进一步行动起来，抓住发展机遇，用好国家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个方面对香港这个尤其是专业人士，跟内地的专业企业、专业人员，这个大家合作，还在这个方面是提供更大的这个机遇，更多的项目，这个方面对业界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香港信报周三的社评认为，简单来说，横琴方案与前海方案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若要追求安身立命的梦想，积极投入大湾区是明智抉择。评论进一步指出，香港处于一个转折大时代，
中央锐意发展大湾区，既是为香港提供一片新天地，也是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性布局，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打算。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抉择在眼前，取舍凭己意。而如何善用国家发展的东风，港澳青年有他们的想法。周四，25名在深港澳青年在香港深圳青年总会的组织下，为把握自身就业、创业机遇和方向，深入了解前海方案。对我们公司最好的好处就是，他把财务上的问题解决了，把法律跟以前香港的法务的差异融合了一起。另一位在深创业的香港青年郭晓新留意到，前海方案中对于香港与深圳的金融合作有了更多展望。他期待未来前海能为在深创业的香港青年给予更多资金帮扶。相关的互联互通呢，可以帮助我们可能在创业之中遇到一些资金的困难，然后通过我们香港的一些可能互联互通，然后在国内可以解决这个资金困难的问题。另外，参与此次活动的港澳青年们普遍认为，前海方案的发布汇聚了蓝图，也给出了具体的政策，既有宏观的愿景，也有微观的政策，能更好地把国家所需和自己所长相结合，实现自己的创新创业梦。你比如说，确提出交通、通信、信息、支付这些领域呢，对接港澳规则，然后为香港、澳门青年呢，在合作区内学习、生活、工作，就业、创业提供便利。前海的话，它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去发展，那相对的它会衍生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湾区的发展我们是信心十足，这个大好的机遇、黄金的机会。回来祖国，上祖国的高处发展的列车，它不香吗？我觉得很像。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马涛。马先生，对于近日公布的横琴方案、前海方案，您觉得将如何助力我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和提升营商环境？我想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方案，一个是横琴方案，一个是前海方案，我想都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尤其是对促进澳门和香港经济的发展，我想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以这个横琴方案为例，我们知道澳门在某些方面，比如说在它的服务领域是非常的发达，比如说他们拥有非常雄厚的会计人才和这个商务人才，但是呢，澳门呢又缺乏大量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以及这个非常广阔的市场。我想这个横琴方案呢，我想就是能够促进这个澳门与内地之间经济的这种合作发展，为澳门长远的发展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另外呢，这个前海方案呢，我想是在这个之前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片区的这样的一个先行先试的基础之上呢，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决策，以它来推动广东和这个香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呢，我想它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也谢谢马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